夫君战死，我被婆母卖给了贵人。瞧瞧这张脸，竟与本夫人有5、6分相似。能像夫人，是民妇的福气。福气？既然长了这张脸，就替本夫人把这肚子也成了吧。这是赏银，夫人说了，只要你乖乖生下孩子，银子管够。嬷嬷，求你一定要把这些钱送到贺家村。我儿晨儿，我女儿二丫还等着这钱买命。少废话，喝药吧。活下去，小月，你得活下去。只要这张脸还在，只要还能生，晨儿就能上学，二丫就能活命。嬷嬷，让我看一眼，就看一眼。看什么看？这是夫人的孩子，你只是个肚子。拿好你的赏钱，准备怀下一个吧。10年了，我就像一头被圈养的畜生。这种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可为了他们，我死也得撑着。嬷嬷，您听，我婆妮在信里说，晨儿已经正式进了学堂读书了，她懂事得很。那你可得争气点，多给夫人怀几个孩子。二丫也出息了，正在学女红，买了上好丝线，养得白白胖胖。只要他们好，我受这些苦也值了。看看信，我就还能再活一活。这女子10年连生数子，身子骨早就烂透了，经络全毁，怕是没几日好活了。真是晦气！夫人，那这李氏既然没用了，就别占着侯府的地方，趁着还有气，找几个人把他丢到荒郊野外去，别死在我这院里。晨儿、二丫，娘想见你们。贺琪，好，这才是我的好儿子。好，再提高一点。快进屋吃饭了，菜都齐了。阿莲，端一碗米粥来给这阿婆喝。可怜见的，怎么沦落成这样了？娘！哪儿来的臭乞丐？我看他是想趁机偷咱们家的东西。晦气！贺晨，还不快把这人赶走！臭乞丐，还不快滚！再不走，小爷砂锅大的拳头等着你！晨儿，是我是娘啊！晨儿，娘求求你，我是娘啊！晨儿，把人赶走就赶紧进来吃饭吧。先生不是交代了，让你下午去书院取书，正事要紧，别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耽误功夫。你快走吧，你也看到了，爹爹已经另娶。如今我们家和和美美的，早就没你的位置了。你10年都不曾回来，现在何必再回来讨人嫌？我10年没回来，是因为你祖母将我卖了。晨儿，我被像猪牛一样关在黑屋子里，没日没夜的替贵人生孩子，我是为了攒钱给你们寄回来啊！晨儿，娘这些年在地狱里熬着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你和妹妹。娘现在已经没几日好活了，你再叫我一声娘，就一声，让娘死也瞑目，好不好？李氏，你疯了不成？非要闹得大家都下不来台吗？我是你生的不假，可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我是正经八百的秀才公，明年我就要进京春闱，到时候金榜题名，再不济也能做个一线的父母官。你离家的时候我才8岁，现在我18了。这10年是莲姨在照顾我，她教我为人处事，陪我挑灯夜读。在我心里，只有莲姨那样体面的女人才配做我的娘。你要是还有几分做母亲的良心，就立刻滚得远远的，
找个没人的地方死掉，千万别再来打扰我们一家的清静。这就是我的儿子，我受尽折磨攒钱供养出来的秀才公。你嘟囔什么？还不快走！你妹妹二丫呢？你祖母在信里说，她跟县里一个年轻账房定了亲，说对方人品好，家境也殷实。二丫从小就最心疼我，她在哪儿？我要见她。和二丫早就成亲了，还提什么账房？那是写给你的瞎话。邻村有个官夫，先前打死过老婆，他愿意出5两银子聘礼娶二丫。爹和娘，是联谊，他们合计了一下，就做主把她嫁过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2年前。2年前他才13岁啊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贺琪怎么敢？你们怎么做得出来？他姓贺，他是你贺晨一脉相承的亲妹妹，是贺琪亲生的骨肉啊！怪谁？谁叫他是个不省心的东西？谁叫他那时候整天发了疯似的哭闹，非要出村把你这个亲娘找回来？大郎，还没把那个臭乞丐赶走吗？磨蹭什么呢？饭都要放凉了。马上就好。既然早该死，就不该再爬回来碍眼。二丫，我的二丫，我还活着，我重生了。娘，二丫不累，二丫带了小篓子，能帮娘一起采药攒钱。傻孩子，咱们快点攒够钱送哥哥去读书，等将来哥哥有了大出息，咱家就再也不用受穷了，对不对，娘？是啊，上一世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老天爷啊，大郎啊，你怎么就战死沙场了呀？丢下这一屋子老小可怎么活呀？阿月，妻儿没了，晨儿又病倒了，你得好好的，来喝口水润润嗓子。你是咱们家主心骨啊。这是哪儿？我婆母呢？我孩子呢？别喊了，你婆母拿了20两银子，早就把你卖给我们贵人了。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，做个生孩子的肚子吧。二丫，你看着娘，这回家的路你还记得清楚吗？二丫记得，二丫和娘为了攒哥哥的学钱，上山走了许多次了，二丫认得路。那你敢自己一个人回家吗？娘不回去吗？娘不走，二丫也不走。娘倒是想走，可这腿摔断了，动一下就钻心的疼，实在走不动了。不，二丫扶娘回去，二丫有力气，娘靠着二丫，二丫绝不能丢下娘亲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。不，听娘的话，你现在力气还小，山路湿滑，你扶着娘只会让娘伤得更重，到时候娘这双腿就真废了。那怎么办？要是狼来了？所以你得快，你先一个人跑回去，直接进家门。回去找谁？找哥哥吗？不，你回去找到祖母，记住了，只能找到她一个人。悄悄告诉她，妈为了采一株100年的大灵芝摔伤了腿，让她悄悄一个人来接我，千万不要让村里任何人知道。大灵芝？对，你就跟她说是石磨那么大的一株。你还记得10多年前那个捡到灵芝的孤儿吗？记得，大家都说他卖了70两银子，盖了房，还买了3亩地，娶了媳妇儿。没错，70两银子能让你祖母发疯的数目，就算天上下刀子，她也一定会连滚带爬的赶过来。好，二丫听娘的，二丫这就回去叫祖母，说有大灵芝，卖了钱送哥哥读书。来吧，贪心不足的毒蛇，这一世看我不一寸寸剥了你的皮！灵芝呢？阿月，快告诉我，那大灵芝在哪儿呢？二丫那小蹄子说的我心都快跳出来了，这可是咱们贺家泼天的富贵到了，有了它，大郎回来能盖房，晨儿的束修更是不愁了。娘，您慢点，二丫年纪小，她肯定跟您没说清楚。什么没说清楚？难道是假的？娘，
灵芝当然是真的。你要是敢拿这种事儿耍老娘，我扒了你的皮！只是我没踩到手，那一株足足有石磨那么大，就藏在半山腰那片草丛深处。如果不是阴差阳错，站在山路上还真不容易发现。那还等什么？快，咱们赶紧把它挖回来！娘，我也想去，可您瞧我这腿，动一下都难，而且那地方实在太陡峭了，我这副样子肯定下不去。娘，就在那边，顺着那道斜坡下去，就在最茂密的草丛里。娘，这富贵能不能到手，就全看您的福气了。娘，那地方虽然陡，可也离路边不远，我这一路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提什么心？这山里除了咱们，哪儿还有鬼影？那可说不准，万一村里那些长舌妇瞧见二丫，急忙叫您进山，起了疑心跟过来怎么办？咱们家现在是老的老，残的残，真要被那些壮劳力知道了方向，凭人家的身手，3-2下就能爬下去把灵芝采了。到时候，咱们这一家子孤儿寡母的，上哪儿说理去？你闭嘴！阿月，你做得对，这事儿烂在肚子里，也不许吐出一个字，尤其是二丫，回头你把她的嘴给缝死。这泼天的富贵，只能是咱们贺家的。哎呦，娘，我这腿断的不是时候，真累着您了。少废话，赶紧走！老娘这把老骨头迟早被你折腾散了。娘，我这也是心急，想快点回去给晨儿张罗学费啊。累死我了！娘，您可回来了！您瞧，我今天在家里也没闲着，又偷偷学会了10个大字。娘，我是不是过2日就能去镇上的私塾念书了？先生说我天资好，若是耽误了启蒙，那可是咱们全家的损失。是吗？学会写字了，这声娘叫的可真顺口。晨儿，娘今儿在崖上这一跤摔得实在重，你瞧这腿骨头都快裂了，恐怕得养些日子。你那念书的树苏还差着1节呢，这个月怕是没指望了，你且再等下个月吧。等下个月？娘，我都8岁了。是哦，你也知道你8岁了。我摔了腿，二丫年纪小，跟着我漫山遍野跑了1整天，祖母扶我回来，更是累得半条命都没了。你瞧瞧这满院子的乱象，村头老周家的小子8岁都能跟着大人上山砍柴扛重活了。既然你还没去念书，就把家里的零碎活收拾了，再去灶房把晚饭做了。读书人就不能给家里干活了？圣人还教过你看着病弱老小饿肚子吗？既然你这么金贵，那这书也别去读了。如今家里老的老，残的残，正缺个壮劳力支应门户，我看你正好合适。从明天起，地里的活你也搭把手。娘，你以前从不这么跟我说话的，您是不是不疼晨儿了？娘，哥哥以前没做过这些，要不二丫去？哎呦，我的腿钻心的疼啊！二丫，快扶娘进屋坐下，娘这骨头怕是又错位了。娘，您忍着点，二丫扶您，咱们不做了，咱们快回屋歇着。去就去，娘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做就是了。行了，我这把老骨头还没散架呢，我去帮他。晨儿啊，你就在旁边看着，别烫着手。娘，疼不疼？二丫轻点。傻孩子，娘不疼。二丫，你记住了，在这个家里，只有顾好你自己才是正经事。娘，你今天说话，二丫有点害怕。二丫不怕，娘只是想通了，这贺家就是个吃人的豺狼窝，娘得想个法子，先把你这颗心头肉平平安安的送出去。二丫，去看看灶房。二丫，外面有什么消息吗？没呢，村口安静得很。果然如此，恐怕昨晚他那趟出门就是去给贺琪递信，让他先别急着当死鬼了。娘，这么早您上哪儿去？哎呦，你这孩子起路没声啊！家里没菜了，我去后山挖点野菜回来对付一顿。后山路滑，您可得看准了路，尤其是那崖边上的好东西，千万别让外人瞧见了。知道了，你就老实歇着吧。娘，
我跟着祖母到了后山岔路口，他真的进深山了，奔着你昨天说的那个断崖去的。他果然等不及了，他是怕我这腿好得太快，赶着去把那株灵芝吞进肚子里呢。祖母为什么不等你一起去？他想把灵芝偷偷藏起来，等贺琪那死讯一传回来，他就能理直气壮地哭穷，说家里没钱给你们治病，然后顺理成章地把我卖个好价钱。贺晨，磨蹭什么呢？鸡还没喂，院里的柴火也还没劈。既然祖母进山找吃的了，这些活你今天必须干完。我不干了，我手都磨破了。哦，不想干也行，那这书也别读了。你想清楚，是现在流点汗，还是这辈子就在泥地里刨食？我干！娘，哥哥真的没吃过这种苦，要不……既然这样，娘这条腿就算是废了，也得去把活做了。不行，娘需要休息，让哥哥做吧。娘，二丫去帮哥哥一起做，这样快些。可是娘得去找大夫抓药。二丫，你要是帮他干活，谁扶娘去镇上？哥哥，那我还是扶娘亲去镇上看大夫吧。哥哥，你多干点儿。娘，咱们歇歇吧，您这腿都发红了。不能歇，二丫，咱们得抢在那些人算计咱们之前，先把路给铺好。上一世，那个老太婆就是在双桂寺祈福时撞见了焦夫人的人。不长眼的东西！娘，那姐姐穿的真好看，咱们躲她干什么？好看，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。娘，你认得她？认得这身皮。二丫，记住，这家酒楼住着个姓刘的贵妇，她是东阳侯养在外面的女人。你祖母正想把娘送给这种人当生子机器。生子机器？祖母要把娘卖了？有娘在，谁也卖不了。走，咱们去镇西。娘，既然那贵妇在东边，咱们干嘛往西跑呀？东阳侯这种男人最是虚伪，他陪着家里正经的主母出来散心，却偷偷带上外室，定然不敢让他们撞见。正经主母？对，他把外室安置在东面最高档的酒楼，那主母住的地方就一定在离东边最远的对角线。这回龙镇一共就3家高档酒楼，既然刘娇在那头，那主母就一定在这一头。朱家是本地的大户，主母定是住在朱家的大宅里。咱们都等了2个时辰了，回吧。等，二丫，这一步要是走不对，咱娘俩就得被你祖母卖进活地狱。主子突然想吃薄荷糕，你们这儿谁会做？姑娘，薄荷糕是精细活，咱们这等粗人，姑娘恕罪，要不让镇上酒楼现送？那姑娘长得那么俊，可她不仅没被赶走，还能替主子传话。那又怎么啦？东阳侯身边从来不敢留丫鬟，可这位姑娘气质这么高，定是那位侯府主母的亲信，咱们就有救了。哪里来的泼妇，惊扰了主子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姑娘，民妇李小月有泼天大的要事，要求见东阳侯夫人，劳烦姑娘大发慈悲，通报一声。你说谁？东阳侯夫人？是，事关东阳侯，求姑娘帮忙，让民妇见夫人一面。求求好心的姐姐了，救救我娘！这脸竟能生得如此相像。等着，二丫别怕，咱们可能有救了。主子要见你们，跟我来吧。这哪是夫人的住处？这些兵器，难道我猜错了？这侍女根本不是主母的人，而是东阳侯赵松的亲信。若赵松知道我来告密，公主，人带来了。公主，
你是赵松养在外面的外室？不是，民妇冤枉，民妇与那位侯爷半点关系都没有。民妇李小月不过是来回龙镇外贺家村里的一介农妇。既然不是他的外室，那这孩子是谁的？回公主的话，二丫是民妇的孩子。夫君是个庄稼汉，民妇从未踏出过回龙镇半步，更别说见过那位侯爷了。我与侯爷无冤无仇，民妇若是敢有一句虚言，就让老天爷收了我的命。求公主明鉴，民妇真的不认识侯爷。敏叔，你看，这倒是闹了一场天大的误会。公主恕罪，实在是这张脸，奴婢打眼一瞧，看她长得实在太像蓝琴，这一时乱了粉策，才先入为主认错了人，冲撞了公主。当朝公主，原来东阳侯府真正的女主人竟是金枝玉叶的公主，难怪赵松对刘娇那般宠爱，却像防贼一样把她关在外面，原是怕碍了这位贵人的眼。我巴巴的赶来，想用侯爷养外室的丑事换一条活路，可瞧他们这主仆二人的模样，竟是早就知情了。那我的投名状还有用吗？跪着做什么？敏叔，给这位贺家娘子赐座。是。民妇谢公主赐座。这糕点里放了双倍的饴糖，小孩子都喜欢，吃吧。对小孩子能这么和气，看来这位贵人应该也不会太为难我。吃也赐了，坐也赐了，现在说说吧，你一个贺家村的农妇，冒这么大风险求见本宫，到底是图什么？民妇不敢隐瞒，民妇求见公主是为了保命。镇上酒楼里住着的那位焦夫人，正跟民妇的婆母徐氏密谋，他们看中了民妇这张脸与焦夫人长得相似，打算等我那夫君的死讯一传回来，就趁乱将卖进府里。让民妇做焦夫人的肚子，替她生孩子博名分。这位公主眼神如炬，我若是还在她面前玩弄那些小聪明，才是自寻死路。公主，民妇不想这辈子就这么被他们毁了，更不想二丫以后没个着落，求公主给民妇指条明路。敏叔，赵松养在外头的那几个，本宫倒是记不太清了。这位焦夫人是哪一位？养在平阳街的还是庆丰街的？回主子，是养在庆丰街那位。原来是他。赵松在外头拢共养了4个外室，就属这位刘娇最有野心。只可惜他那一些心思全用在怎么钻营男人身上，竟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。4个，竟然有4个！我活了2世，竟一直以为东阳侯宠冠京华的只有焦夫人一人。原来那些所谓的深情，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笑话。公主，徐氏与贺家有心要害我，即便没了焦夫人，他们也定会找其他的买卖把我卖了。民妇女为言轻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民妇今日求见公主，斗胆求公主垂怜，助民妇和女儿彻底脱离贺家那个苦海。只要能保住我母女2人的性命，民妇往后愿意为公主做牛做马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脱离苦海。李小月，你是个聪明的村妇，可你要知道，这世道女子离了男人便没了倚仗，你当真不要丈夫了？是，公主，他不是我的丈夫，他是一只披着人皮，随时要扑上来咬断我脖子的恶虎。那你的亲生儿子呢？他可是你贺家的根，你连儿子也不要了？指望？那不是我的儿子，他血肉里淌着那只恶虎的贪婪，他是流着恶虎骨血，帮着恶虎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的猖鬼。有点意思，既然你这么清醒，本宫便告诉你一些实话。赵松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心上人，那是本宫当年的贴身婢子，名叫蓝琴。赵松害得她有了身孕，蓝琴那丫头性子烈，选择了自尽。打那以后，赵松在全天下的女人身上找蓝琴的影子，无论身份贵贱，都被她藏在外面。那个刘娇只拼她长了张像蓝琴的脸，便摇身一变成了乔夫人，再在回龙镇呼风唤雨。李小月，你这张脸
长得比刘娇还要像蓝琴。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不要丈夫，也不要儿子了，不如本宫送你去赵松身边。只要你点头，你就是东阳侯府的岳夫人，你可以像刘娇一样，成为无数人仰望的贵人。你意下如何？给东阳侯做外室，成为像焦夫人那样的贵人吗？曾经我也觉得焦夫人高高在上，像挂在天上的明月。可赵松那个男人的天上，怎么可能只有一轮明月？公主，如今这金尊玉贵的生活就在民妇手边。可民妇若只是为了求财求贵，何必冒死来见公主？难不成我李小月拼了命逃离一个吃人的火坑，就是为了再跳进另一个男人的深渊吗？哦，那你想要什么？公主，民妇不想跟着侯爷，民妇想跟着公主。民妇的爹生前是个教书先生，他手把手教过我，民妇识字，能读账簿，能写信。而且民妇从小在荒山里钻，我知道怎么在野地里活下来，知道怎么辨别方向，找水觅食。民妇这一双手，什么粗活都能干。我会洗衣做饭，我在山里长大，认得百种草药能救急。我针线活做得细，会缝补，会裁衣，还会给人梳头面。敏叔，你听到了吗？奴婢听到了，倒是个全能的。她虽然是个村妇，但这股子心气和胆识，倒比京中那些哭哭啼啼的贵女强上100倍。你手头积压的事情太多了，这李氏既然识字又懂生存，不如把蟠桃院那边的事情交给他去做，你也能腾出手来办本宫的大事。谢公主救命之恩，民妇李小月愿从此为公主效犬马之劳。李小月，公主身边从不养闲人，不过公主刚才说了，你是个难得清醒的女子。民妇只是被逼到了绝路，不得不清醒。能从赵松那个男人的迷魂尘里看清前路的女人不多。你要记住，容莲公主是大眼朝圣上唯一的胞妹，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子，跟着她是你几辈子修来的造化。二丫，跟着这位敏淑姐姐，在这里没人敢欺负你。等娘回去把家里的脏东西扫干净，就来接你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这一整天你死哪儿去了？说，带着二丫去哪儿鬼混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，你是想反了天了不成？娘啊！救命啊！娘啊！咱们家还有钱吗？二丫被人抢走了，咱们砸锅卖铁也要把她赎回来啊！娘，你说什么？二丫被谁带走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日我想着晨儿念书的事情大过天，我这腿虽然瘸着，也得带着二丫去镇上的绣坊，想看看能不能接点细活。紧赶慢赶把晨儿今年的束修攒出来。接着活了吗？我没接成，倒招了灾了。我们在街上走得好好的，谁知冲撞了一位贵人的轿子，那贵人身上的玉佩掉在地上，摔得稀碎，我赔不起啊！那几个凶神恶煞的侍卫就把二丫抓走了，说玉佩价值连城，要把二丫卖去做奴婢抵债啊！都怪我这不争气的腿！要是我没受伤，一定能躲开的，二丫也不会被抓走了。什么样的贵人？那块玉佩价值连城，我们根本赔不起。这回龙镇还能有咱们赔不起的玉佩？什么贵人？快说！听那些侍卫喊，那是当朝容莲公主殿下。阿月啊，你糊涂，那是当朝公主，她身上的玉佩得值多少银子？那是咱们这种人家赔得起的吗？二丫那是去受罪吗？那是进了泼天的富贵窝，去了公主府，哪怕是当下人，那也是吃香的喝辣的，比在咱们这穷山沟里强100倍。你想开些，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吧。娘，那是二丫呀。你总不能为了一个注定要嫁出去的二丫，就放着晨儿的前程不管了吧？娘，您别哭了，儿子想读书，
儿子一定要考状元，等儿子来日金榜题名，定要挣个风风光光的诰命夫人给娘当，让娘往后只管享福。儿啊，我的亲生儿啊！二丫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你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！现在二丫没了，娘以后就只有你这一个指望了。娘，你放心，妹妹不在了，晨儿以后一定加倍好好孝顺你。闹了这一通，我也乏了。既然你们都说二丫那是去过好日子了，那我就当她已经死了吧。阿月，醒醒，别睡了！你昨天都能跟着二丫走2、3个时辰去镇上，想来这腿伤也没大碍了。快，赶紧起来，随我上山，把那株大灵芝采回来。娘，我这腿还疼着，疼也得忍着。万一被村里那些长舌妇发现了，那可是几10两银子的买卖。夜长梦多，现在就走。走。好啊，娘，我这就带你去。只要把灵芝卖了，晨儿去镇上私塾的树菇就有了。二丫已经没了，我这辈子以后也就只能指望着晨儿了。娘，咱们可得把灵芝看好。对对对，这灵芝啊，咱们可得看好了。哎呦，这是哪儿来的贵人？难道那位焦夫人提前派人来接亲了？谁是这家的主事？准备好银子了吗？准备什么银子？姑娘这话老婆子听不明白。娘，这位就是昨日带走二丫的公主殿下身边的侍女，原来是公主跟前的姑奶奶。姑娘，昨日阿月冲撞了贵人，是她没长眼，也是咱们贺家管教无方，老婆婆在这儿给您赔罪了。可昨日你们不是已经带走二丫了吗？还要什么银子啊？抵债，一个丫头片子，满打满算也就值个2、3两银子。你当我家主子是什么地方？凭他也配抵那一块价值连城的玉佩？你们应该庆幸，昨日阿月撞到的是我身上的玉佩不值钱，区100两银子就够赔的。若是昨日那一头撞到了公主殿下的座驾，惊了凤驾，碎了御赐之物，你们全家的命都不够。姑娘饶命啊！100两银子，我们就是把房子地全卖了，家里砸锅卖铁也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啊！拿不出，那本姑娘就给你们2条路，要么现在就凑齐100两银子赔给我，要么你们全家老小签了死契，一并进公主府，将来用每个月的月钱抵债，直到赔清为止。我在荣莲公主跟前办事，别说你们，就算是这县里的知府见了我，也不敢让我吃半点亏。想赖账，你们试试看。100两，这是要了我们贺家的命啊！姑娘，您看在这穷乡僻壤的份上，饶了我们吧。我们就是一家老小去卖血，也卖不出100两啊！求您再宽限宽限，哪怕给条生路，别让我们全家都进公主府卖命啊！我那玉佩是皇庄进贡的料子，摔碎了就没法交代。看在你这当娘的还算有几分诚心的份上，明日此时我要是见不到银子，就算你们跪烂了膝盖，我也得把人全锁了带走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娘，家里统共就那8两银子，房子地契卖了也才20两，离100两还差得远。就算加上那株还不知道能不能采到的灵芝，也就勉强够数。那是我活命的本钱，要是地卖了，房子给了，我这个老婆子住哪儿？喝西北风啊！娘，事情是我惹下的，我绝对不能连累了贺家，更不能害了夫君和晨儿的前程。娘，不如您替夫君做主，让我和夫君和离吧。只要拿了和离书，我李小月便不再是贺家人了。我是死是活，是欠债还是卖身，那贵人的侍女都再也找不到贺家头上来。和离？你是说离了婚，那100两债就全算你一个人的了？阿月呀，娘心里苦啊，娘是真的舍不得你走，可娘没法子啊。娘总不能看着晨儿被你连累，一辈子在这土坑里当个泥腿子。娘，儿媳明白，儿媳都明白。娘，我这一去能不能活命全看天意了。那株灵芝的具体位置，儿媳只告诉您一个人，
就在那断崖缺口往左数第3堆麻毛草丛里，底下有个石洞，灵芝就在洞口。夫君还年轻，等这事儿平了，我与他和离后，他续娶也是人之常情。可儿媳担心后妈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会待我的晨儿不好，克扣她的束缚。娘，你要答应儿媳，您卖了灵芝的银子，一定要拿去给晨儿念书。阿月，你放心，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绝对不让外来的婆娘欺负她。阿月啊，成了，这就是你要的和离书。你夫君在那头也说了，只要能保全晨儿的名声和咱们贺家的根基，他愿意放你自由。祖母，这下咱们是不是彻底跟那100两债没关系了？阿月，委屈你了，这可是你自己选的路。是我自己选的，只要晨儿好，我什么都忍。姑奶奶，您瞧瞧，这是官府备案的和离书。李小月昨日起就不再是我们贺家的人了，这玉佩是她撞碎的，债自然也得由她一个人扛。我们贺家那是真的拿不出半个子儿。和离，这时候玩这一招，真当我是吃素的？既然你们贺家想撇清，那他我就带走了，迈进公主府做一辈子的苦力，这辈子也别想踏出大门一步。难怪你拼了命也要和离，这家人简直比蛇蝎还要冷血3分。是啊，他们看中的从来不是我这个人，而是我身上那点肉。终于两清了。你费了这么多周折，又是演戏又是布局，好不容易才拿到了这张纸，可你为什么不干脆求公主一句话，直接替你惩治了那对冷血的母子？对公主来说，那不过是碾死几只蚂蚁的事。敏淑姑娘，我李小月虽是个普普通通的村妇，但还没被仇恨冲昏了头。公主肯留下我和二丫，已是天大的恩赐。我如今既无立功之举，也无半点横产可献，一个走投无路的农妇，有什么资格在这个时候求公主帮我报私仇？这种情分，求一次便少一次，我舍不得。你倒是看得透彻。姑娘放心，有些账我更喜欢亲手一笔一笔的算，日子还长着呢，我绝不会就这么放过贺家。你好生替公主做事，公主绝不会亏待自己人。公主这些日子事务缠身，没空见你了。公主吩咐我送你去唐提院，二丫已经送过去了，往后你们便安安稳稳待在那里。唐离院，我在回龙镇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说过这地方。姑娘，这地方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你到了自然就会明白。小月，你要记住，你若是将来害了唐离院，即便你躲到天涯海角，公主也有10000种手段杀了你，还有你的女儿。公主是什么地位？她若真想要我们的命，何必还要大费周章地把我们送去唐离院？只要我踏实办事，这就是生路。姑娘的话，小月刻在骨子里了。回龙书院竟然是这里。怎么，你认得？何止是认得，当初我在这大门外跪了半晌，才求得见山长一面。那时我连头都不敢抬。以前你是来求人的，今日你是来办事的。走吧，跟紧了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记住，除了公主交代的人，这儿的一草一木，你出去都不能提。抓到啦！春姐姐被我抓到衣角啦！二丫，二丫，娘，你终于来了！快看，这里的姐姐们都对我可好了。你瞧这些孩子，他们中有家里死绝了的孤儿，也有爹娘嫌弃、双亲不容的可怜人。公主心慈，收留了他们，将他们养在这一方天地。但公主不养闲人，她希望你能教他们识字，教他们活下去的生存技能。识了字，学了本事之后呢？等他们识字了，公主会安排回龙书院最好的先生来授课。月姑，他们中将来是要出女官的。这世道黑暗，那公主便亲手给他们劈开一条路。姑娘，
公主是金枝玉叶，身边多的是能人志士，为什么偏偏让我一个出身乡野的村妇来教他们？月姑，你不必妄自菲薄。公主说过，启蒙是这世间顶顶重要的事情，这件事绝不能让男子来做。那些男人天生就觉得高女子一等，哪怕他们嘴上不说，骨子里那股子傲慢也会让这些女孩子们觉得男子天生就比自己贵重。那京里那些知书达理的贵女呢？她们学识渊博，不是更合适？贵女，她们打小被规训着长大，心里装的都是家族利益，而所谓的家族观念，受益的从来只有男子。让他们来教，只会教出一群听话的奴才。至于其他有本事，公主另有重任交托，他们得去更像战场的地方。月姑，你是这回龙镇最清醒的一颗钉子，所以你最懂怎么带他们活命，你就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。既然公主信得过我这双粗手，那我就替公主带出一群能顶天的丫头来。原本这里是我代为操持，但现在从这几十个孩子的吃穿用醋到他们的教习规矩，我全部交接给你。月姑，从今往后，这唐梨院的生死前程就在你手里了，放手去做。公主说了，你可以的。我也觉得我可以。月姑，我瞧见您给二丫姐做的手帕了，我想求您教教我绣花，行吗？我保证，我白天绝不耽误认字。我想学门手艺傍身，以后万一……不教。刚才有人求我教他针线绣活，现在我告诉你们所有人，为什么我不教？你们觉得绣活卖了钱是本钱？错了，女子绣活做得再好，带来的好处也从来不属于自己。你熬更守夜绣出的屏风帕子，卖了钱，养的是全家老小，留给你们自己的只有这一双活生生熬瞎了的眼睛。公主想要的是能顶天立地的女官，不是大门不出的绣娘。收起那些依附别人的心思，给我全力以赴！月姑，这些孩子跟着您读了一天书，瞧着都挺乖巧的。您这名字后头画这么多圈，是何意呀？嬷嬷，你没瞧见吗？刚才在院子里训话，我说到女子也能顶天立地时，像春桃大丫那几个眼眶都听红了，那眼神恨不得要把这生路死死抓在手里，嚼碎了吞进肚子里。志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这封信劳烦嬷嬷连夜送给敏淑姑娘。月姑放心，老奴这就去。王翠、李小桃，把这几个人带走。拿着吧，公主临行前交代了，这些钱是给你的赏赐。俸禄，我一个大字不识几个被夫家扫地出门的村妇，竟然也能领到公主府发放的俸禄了？那是自然。你既然为公主办事，便是公主的人，男子领得，你为何领不得？多谢敏姑娘。不过你那前夫家倒是有不少热闹。贺琪回来了，他不光自己回来了，还带回来女人。回贺家办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把你当初攒下的那点积蓄全都翻了出来，敲锣打鼓的筹办了喜宴。你那宝贝儿子贺晨，改口改得比谁都快，现在正围在那点女人屁股后面叫娘呢。果然如此，这声娘叫的可真廉价。你不生气？有什么好气的？他们和气不了多久。以前贺家是因为他们手里从不缺钱，我给人家做活，每年往家寄30两银子。可如今没了这30两银子，我不信那窝蛇蝎还能那般相亲相爱。二丫，再过2日就是你6岁的生辰了。上一次你6岁的时候，娘正在那暗无天日的密室里给贵人生孩子。这一世，娘绝不让你再受半点委屈。月姑，公主交代过，唐桃院的人不能擅自走动。我知道规矩。林嬷嬷，二丫要过寿，我要去西市买些料子，那就请吧。但我必须陪同，这是公主的死令。嬷嬷，瞧见那个人了吗？那个鬼头鬼脑的穷书生，他怎么了？他是我那个大孝子，居然沦落到进当铺了。看来贺家那点积蓄，真是被他们挥霍得快见底了。晨儿，晨儿，莫要声张，
娘如今欠了死欠卖身，现在在林嬷嬷手下讨生活，整日干些粗活。月姑，主子吩咐的活计还没干完，居然在这跟个穷书生磨蹭。嬷嬷，求你，求求您开恩，让奴婢再跟他说2句话，就2句，奴婢往后一定做牛做马报答你。真麻烦，就2句话，说完了赶紧滚回去挨打。晨儿，快拿着，这是上个月娘去给贵人牵马，贵人瞧我可怜，赏了2两银子。晨儿，你跟娘说实话，方才见你从那当铺里出来，手里还掐着当票。可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事？别提了，祖母这3个月跟魔怔了一样，天天往后山钻，非说要采什么大灵芝，结果灵芝毛都没见着。前天一脚踩空摔下了断崖，把腿骨都摔折了。家里没钱，她才舍出那个压箱底的镯子，让我来当了抓药。什么？没采到灵芝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，你见过？前日贵人进山打猎，特意叫我随行，我当时特意去那儿瞧过，那地方确实长过一株大灵芝，可是那儿只剩下个新土坑了。你在家千万不要忤逆你爹，娘没本事，前头护不住二丫，现在也护不住你。只要娘往后得了贵人的赏赐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娘也一定让人悄悄给你送去。月姑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你要在这聊到天黑吗？再敢耽搁半点功夫，大耳瓜子伺候，保准抽你3天开不了口。晨儿，娘走了，你千万记着娘的话，一定要听你爹的话呀。算着日子，周红莲这2天就该生了。你是说，那书生手里那点钱是用来救命的？徐氏让他出来当镯子，恐怕一半是为了医自己的断腿，另一半是为了给那周红莲请稳婆。这银子恐怕是拿不回去了。贺家这一回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要怎么收场。贺琪现在拼了命干活，可他心里也憋着坏。他跟贺晨那小子私底下合计，都觉得徐氏是私吞了你说的灵芝横财，所以他们便默契的不管那老太婆的腿伤，想逼着她把所谓的卖灵芝钱吐出来。没错，那老太婆在屋里叫得像杀猪一样，贺琪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只管问他钱藏哪儿了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贺家现在才是真正的和和美美的。你心狠啊！你宁愿看着孙子挨饿，也不肯吐出那点灵芝钱。我这些年为了你们呕心沥血，到头来你们居然怀疑我偷藏银子！娘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娘，晨儿去读书了，你就为了供她，连我这一房的命都不顾了吗？月姑，你是没听见，那徐氏现在天天坐在自家门口，对着村里人哭诉，说周红莲是个狐狸精，比不上你这个前儿媳半点孝顺。她那是没人干活，想起我的好了。可不是嘛，她嚷嚷着腿疼，成天躺在床上。你那个前夫贺琪照顾了几天月子和哭闹的孩子，就被那屎尿气熏得受不住了，说是要借口出去做工挣钱，跑了，跑得可快了，扔下那一屋子残兵，一个人溜得无影无踪了。确实是快意得很。可不是嘛，这种自私自利的男人，只能同富贵，哪能共患难？这一家子算是彻底烂透了。但这还远远不够，若是仅仅看着他们关起门来狗咬狗，那算什么因果报应？月姑的意思是还有后招，这不过是个引子。贺家欠我的命，得一桩一桩的还。贺琪，当初你为了周红莲不背负外室的名分，演了一出战死的好戏。可你忘了，这交钱免役的事儿，虽然这回龙镇里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若是有人捅到明面上，那就是捅了知县大人的心窝子。这银子一大半都进了知县的腰包，他若想保住乌纱帽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这个逃兵掐死在牢里。官爷，我有公文，我是交过银子的。闭嘴！你这是勾结宵小，畏罪逃逸，还敢假报死讯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饶命！官爷饶命！扫把星，自从你进门，大牢被锁了，晨儿不回家，你是要把我们贺家克死才甘心吗？你还有脸说我？你这老贫婆，怀
怀里揣着卖灵芝的几10两银子不肯拔毛，眼睁睁看着贺琪被抓去卖命，你才是心最毒的那一个！我让你咒我，我打死你这个没廉耻的外室！打死我，看谁给你送终！哎呀，贺家的婆媳俩又打起来了。打得好，闹得好，打架嘛，势均力敌才最是精彩。那贺晨倒是可惜了，他若是家底扎实，倒真是块读书的料。说起来，他在读书方面确实有几分天赋，可惜他是我的儿子，流着贺家的血，长着贺家的骨，这就是他的命。那是月姑你自己清醒了，离了那个泥潭，他们便什么也不是。从今往后，贺家的人和事不必再报给我了。那地方已经脏了我的耳。岳院长，这是公主殿下从京城送来的密信，请您过目。殿下说了，唐离院出的苗子，他最放心。请起。既然是殿下的意思，我自当遵从。二丫，过来。娘，您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练剑？明日就是你15岁的及笄礼了，礼成之后，你便离开唐离院去京城吧。公主那边急需人才，该去奔你自己的前程了。二丫，从今天起，娘给你改个名字，叫李繁星。繁星，娘希望你能如繁星般璀璨浩渺，洒遍大眼的每一寸土地。娘，我不走，我要走也带着你一起走。京城繁华，公主那么宠信您，您跟我一起去享福不好吗？娘，您就跟我走吧，这里有这么多婆子管事，离了您也乱不了。繁星，娘舍不得你，这心就像被剜去了一块，但我必须得拒绝你。为什么？娘，跟我走吧，您该享清福了。繁星，你是长大了，可娘若是走了，这唐离院里那些还在泥潭里挣扎的丫头怎么办？去吧，你的前程在朝堂，娘的意义在这儿。娘亲，妹妹，我是陈二啊，我总算找着你们了。哎呦，妹妹，我是你亲哥呀，你怎么下得去死手？娘，我是陈二，祖母病死的时候连口薄棺材都没有，周红莲卷了最后一点钱跟野男人跑了，孩子也扔给我了。娘，你现在发达了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，娘。闭嘴！你应该去找你自己那个体面的娘。我娘心善，生不出你这种吸干亲娘血肉的东西。再敢纠缠，我就让你去青妮的劳役营见你那死鬼亲爹。别打了，救命啊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，我是你哥。哥，上一世你亲手把我卖给那个管夫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妹妹？你死1万次都不够。繁星，够了。繁星，听娘的话，你如今是公主钦点的女官，前程似锦，是天上的云。贺晨不过是个烂进地里的泥，他不配让你手上沾血，更不配让你背上人命。去京城做你想做的事，这儿的脏东西娘会料理。娘，您回来了，儿子在这儿等您好久了。我是陈二啊，您最疼的大郎。娘，您看我这不是回书院了吗？咱们贺家要出秀才宫了，您快带我回家吃饭吧。不对，这不对，我明明是风风光光的秀才公，以后是要做大官的，而你，李氏，你应该趴在我脚边求我赏你一口粥喝才对。我是秀才啊，我马上就要考恩科了，为什么那个梦那么真实，真实的连荆棘扎进肉里的疼都一模一样？那不是梦，对不对？娘，你一定知道为什么。你现在的气派，你改了名的女儿，还有这该死的唐离院，你一定也记得，对不对？原本以为你只是个疯了的闲汉，没成想你竟然也带着那一世的安扎记忆，那这一世你就更留不得了。出来！院长有何吩咐？南边的水库正在修堤坝，把他送过去。李小月，你疯了吗？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现在把我送去修堤坝扶摇帘，你这就是要亲手害死我！我是你儿子啊，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生骨肉，你这么做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？你听着，你现在通身气派，
若是肯给我准备好屋子、好吃好喝的供着我可以大发慈悲，不计较你这些年对我的不闻不问。等你老了死了，我还可以给你披麻戴孝，让你入土为安。你要想清楚，那个贺二丫再有出息，也不过是个卑贱的女人。女人早早是要嫁出去的，那是别人家的人。你以后老了病了，能指望的只有我这个亲儿子。不行啊，有你这样一无是处、只会吸血的儿子，实在是太丢人了。我李小月如今是唐梨院的院长，要你这种烂泥做什么？你若真有一丁点做儿子的良心，就该自己早点死个干净，别在这儿碍我的眼。你刚才的话跟梦里一模一样，那不是我的梦，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拖走。月姑，南边水库那边传信过来了，那个贺晨第一天下去青淤就和地痞起了破冲突，伤口烂得快，今天早上已经没气了。管事的说直接扔进乱葬岗，挖个坑埋了。知道了，这一桩账总算彻底平了。院长，经理的信到了。繁星姑娘，不，现在该叫李大人了。他在信里说，这次帮着公主立了大功，圣上特赏了一座宅子。这丫头总算是在那吃人的京城扎下根了。宅子大不大的不打紧，只要那是写着他李繁星名字的，就是他的底气。我这一世不是为了生孩子而生，也不是为了报仇而活，我是大眼朝女子命运的守门人，而我李小月便是这唐梨书院的第一任山长。